大家好，我是平民收藏家阿宗，热爱美丽事物与推广藏品知识。美丽的事物成就历史，也历经地球美丽的过程。您们的订阅是我下次更片的动力。这次主角为德化白瓷。外出时无意间进入一家饮料店，店内一尊洁白的雕像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店员告诉我，这是德化白瓷，纯白温润的质感与精致的雕工，让我不禁想深入探讨这门传统工艺的魅力。于是有了这次的主题：德化白瓷小故事。德化白瓷诞生于福建德化，在明代达到鼎盛。当时著名工匠何朝宗以其精湛的雕塑技艺创作出无数观音像，其作品面相慈悲，神态栩栩如生，成为德化白瓷的经典代表。他的雕塑灵感据说来自母亲的虔诚信仰，作品完成时甚至感动到跪地流泪。这些观音像随后成为国内外追捧的珍品。明清之际，德化白瓷成为外销瓷的重要品类，运往欧洲后被称为中国白。法国路易14宫廷对其青睐有加，并用于制作宗教雕像，象征纯洁与神圣。德化白瓷的纯白釉面和细腻质感深深吸引欧洲工匠，德国麦森等工坊尝试模仿，却始终无法达到同等品质。然而，到了清中期，战乱和市场萎缩让德化白瓷渐渐沉寂。直到20世纪，德化工匠通过技艺复兴重现光辉，并在国际博览会上赢得赞誉。2006年，德化白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让这门古老技艺得以传承至今。现代德化白瓷在融入艺术和设计的同时，依旧保留了它纯净如玉的本色，成为中外收藏家的真爱之选。瓷土特性。德化白瓷作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一，不仅以其纯白如玉的质感和精湛的工艺著称，也在南青北白的格局中占有独特的位置。万历15年的《泉州府志》中记载，白瓷器出德化承田寺后山中，洁白可爱，清晰地展现了德化白瓷在中国白瓷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南青北白是陶瓷史上一个概括性的观念，用于描述南方以青瓷为主，如越窑、龙泉窑，而北方则盛产白瓷，如定窑。然而，这一观念并非绝对。事实上，北方也有青瓷制作，如河北磁州窑，而南方则有如德化白瓷这样卓越的白瓷生产。德化白瓷以高岭土为胎，烧制后釉色乳白温润，与北方定窑的白瓷相比，质地更加细腻，釉色更为柔和，有中国白之美誉。尤其在明清时期，德化白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，被广泛用于宗教雕塑和日用器皿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。与北方白瓷不同，德化白瓷的制作偏向于人物雕塑，如明代何朝宗的观音像，其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现了德化白瓷的艺术巅峰。因此，南青北白只是中国陶瓷大势的概述。德化白瓷以其独特的纯白色泽和南方烧制技艺，成功打破这一界限，成为南方白瓷的典范。它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更以其精湛工艺成就了中国白的传奇。德化白瓷拍卖记录。1. 德化白釉渡海观音立像。此件16至17世纪的观音立像，背部有何朝宗印款，雕工精湛，高51.5厘米，体现了德化白瓷的典雅风格。在佳士得2017年11月27日，以1930万港元成交。2. 德化白釉达摩立像。16世纪的达摩立像，刻有何朝宗款，造型生动，展现了德化白瓷的高超技艺。尺寸高40.8厘米，在佳士得2014年11月26日，以1444万港元成交。3. 德化白釉观音坐像。18世纪的观音坐像，背部有何朝宗印章，造型端庄，釉色温润，尺寸高36.2厘米，在苏富比2015年3月，以97万美元成交。这些拍卖记录反映了德化白瓷，特别是何朝宗作品，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。
但也要小心，自然会有很多现代模仿和潮宗作品，价格仅供参考，要考虑工艺品质、样式名气、年代、保存状况、渠道，小心误入假货陷阱。此外，拍卖行情大概差真实市场行情约为5折至6.5折。德化白瓷市场行情，根据一个30公分人物雕像，当作参考数据。一、普通工匠制作，一般由工坊或工匠批量制作，雕工细腻但无个性化设计，人民币1000至5000元左右。二、中高端工匠作品，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雕刻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细节精美度，人民币5000至2万元左右。三、名家作品，由知名工艺大师或专业艺术家制作，作品雕工极为细腻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收藏价值，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，甚至更高。优质瓷土本身的价格不高，但艺术加工和烧制过程占成本大头，市场热度、拍卖会的稀有性等，也会影响最终价格。个人想法总结：德化白瓷的温润与洁白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纯粹美感。每当看到自己收藏的那件美人白瓷雕像，细腻的线条与自然的光泽，都让我深深感受到这门工艺的魅力。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这种白瓷散发出的柔和与雅致，让人无论看多少次都不会厌倦。它彷佛凝聚了工匠的智慧与心血，每一笔雕刻，每一道釉面，都诉说着100年的文化传承。最后提醒：收集藏品与奢侈品，请符合个人经济能力，当理性的消费者。对于收藏而言，必须收得起，藏得住。此为 OpenAI 生成相关知识并加入个人想法。使用 ChatGPT 与剪映 Leonardo、Runway DALL-E 制作影片，可能图文不符或说明错误，仅供参考与学习。也欢迎留言交流。最后记得一定要订阅，让您下次还能看到优质影片。感谢收看。